2020年还有5000万美国人被定义成饥饿人口。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是美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火药桶啊！滥发货币导致的急速通货膨胀会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通胀率攀升可能引发全面危机。聪明一点的话，就跟中国做一做战略交易。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21年11月份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同比增长 6.8%， 是198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涨价主要集中在汽油、食品、房屋的租金这些方面，这个给美国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关于涨价的过程专业人员的描述非常复杂，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用比较简洁的方式来理解。美国政府为了解决与别人打贸易战还有疫情的影响这些问题，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来干预市场，也就是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的资金，鼓励开支和借贷。美国政府印刷发行了太多的货币，但是市场上商品就那么多，要想便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必须推动房价和股市上涨。但房市和股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的上涨必然带动全社会物价上涨，其中也包括衣食住行这些生活必需品。很多人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就会低价的抛售自己手中的房子和股票，于是房市和股市就要崩盘。那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印刷发行更多的货币，这是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目前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那这就是典型的饮鸩止渴了，最后十有八九会导致美国财政和经济的崩溃。中国解放战争后期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就是这么垮台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现在还没有破产，是因为作为一个老牌帝国，经过了近100年的掠夺和积累，美国手里的资产现在还是不少的。美国还是有实力向国际市场大量的出售农产品、石油、天然气、集成电路和军火。然而凡事都有一个度，美国超发货币导致物价一个月上涨 7%， 听起来似乎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差远了。那是不是结果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呢？当然不是。美国是一个和中国迥然不同的国家，中国的老百姓是省吃俭用有点钱就去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美国人呢，绝大多数是寅吃卯粮，超前消费。虽然是全球 GDP 最高的国家，但是因为社会严重的不公，美国有相当多的普通百姓并没有积蓄，日常的水电气、房租、汽油、电信电话、食品和保险、信用卡的还贷还款，各种开支都是相当大的。很多美国人平时就是生活在盈亏这个平衡点上，所以说对物价的波动非常敏感，物价只要上涨一点点，他们马上就要亏空，甚至要破产。这种情况，美国有个电影叫《无耻之家》有非常客观的表现。那根据统计呢，在疫情爆发前的2018年，美国全国有4000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的贫困线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人均年收入不到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不要说在美国大城市，哪怕是在中国的2线城市，也真的是不算多。这些人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别说一个月涨价 7%， 就是1年涨价 7%， 他们也受不了。疫情以来，美国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萎缩，贫困人口增加了800万人以上。2020年还有5000万美国人被定义成饥饿人口。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是美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火药桶滥发货币导致的急速通货膨胀会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人并不是傻子完全知道贫困和饥饿的原因，就是少数富人掌握了太多的财富。发生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反抗的例子。这样的运动一旦风起云涌，美国的社会革命就无法阻止了。其实呢，美国政府也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毕竟是一个资产丰厚的国家，它不但有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还有相当多的海外的资产，这些资产都可以拿来做交易换取美国社会急需的商品，来防止美元的贬值另外，美国还可以少管闲事你就可以少不少的军费开支可以减轻美国政府的财政的压力。你的军机军舰天天跑到中国周边来侦察，搞自由航行今天去支持乌克兰，明天要挺台独，讨人嫌不说，
你自己还要花大把的军费开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为什么美国就如此的乐此不疲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拜登有没有这个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收敛一些霸权心态，出让一些战略利益，换取帝国的喘息之机。虽然美国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但是拜登把局面裱糊一下，坚持到自己任期的结束，那还是有希望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